一般水平的就是$200一个月啊，特别优秀的呢，能够领到$500一个月的一个工资啊。这个薪水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如这个像伊拉克外面普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水平的。就比如说外面做一个服务员哈，一个月可能也有大概$700的一个收入。伊拉克的运动员应该是我在伊拉克接触到的最心酸的工作，它甚至不能称之为一份工作，因为你在伊拉克看到的司机、服务员、公司职员，他们都可能是一名现役的世界冠军。我现在来到了伊拉克国家击剑队训练的基地啊，我有一个朋友在这边，今天我来看看伊拉克国家队这个训练的环境是什么样的。这就是他们的这个击剑俱乐部的这么一个标识啊。Hi, Safe. Hello. 这是我的新朋友啊 ，Safe， 他曾经是伊拉克国家队的这个击剑队员啊，还代表了伊拉克去无锡参加过世锦赛的一个非常优秀的选手。当然他现在退役了，他现在在这个基地里头啊，就教小孩子啊，还有一些队员们在练这个击剑啊。So they are a president of Iraq. Yes. National. Oh. Most national of team in Iraq. 这些都是伊拉克现在目前的国家队的队员啊，这个就是代表了伊拉克的国家级的一个击剑水准了。Safe 说，作为国家队的训练基地，这个看上去并不大的训练馆，已经是全伊拉克条件最好的了。相比之下，其实咱们国家的这种体育运动的投入还是很多的哈。咱们国家的任何一个体育项目的国家队哈，从硬件、软件设施上来说，应该都比这儿啊要比伊拉克要好得多。所以说，战争对一个国家的影响真的是方方面面的。击剑又被称为贵族运动，运动装备和器材都价格不菲。这个击剑运动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一个运动啊，所以他说对于伊拉克来说，有现在的这样一个训练基地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这个训练的这个剑啊，就是在这个玩这一项运动中花费最高的一个项目。这个东西的话，他们都是从德国买的，就这么一根哈，要$100一个，所以这个而且经常会买。So it's a job for him. It's a job. The job. So they can get some salary. Students they have job also. Or have another job. In morning, yes, another job. And 5 o'clock here they come. 他们并不是像咱们就是国家队的那种队员，都是一个全职的作为一个运动员的一个状态。他们有一些都是有其他的工作的，每天下午就是5点钟之后，他们就作为一个训练的队员啊，也是一个类似于像兴趣的一个形式啊，来这里进行一个训练。如果国家有需要了，有一些大型的赛事呢，也会派他们这种比较优秀的人去参赛。由于伊拉克的特殊情况，国家对于体育事业的支持十分有限，想把体育爱好作为事业，没有充足资金的支持，简直难如登天。哪怕天赋好、能力强，也只能用其他的工作来养活这份爱好。They practice here. Yes. They should pay money for the whole. No. I should pay money for Pay him. for him. They have salary, but not all they have salary. Yes. Oh. We have 22. I give to him salary. 22 person. Yes. Person. One person how much? $200. Dollar. $200. 1 month. One person. 1 month. Yes. Okay. Not everyone. Not everyone. Not everyone. Yes. Okay. The professional maybe go to $400. 一般水平的就是$200一个月啊，特别优秀的呢，能够领到$500一个月的一个工资啊。这个薪水来说的话，其实是不如这个像伊拉克外面普通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水平的。就比如说外面做一个服务员哈，一个月可能也有大概$700的一个收入，但他们这边最优秀的话，也可能只有大概$500啊。所以说这个待遇状况的话，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想要成为专业的运动员，去国外参加大型的国际化比赛，与高水平的外国选手进行交流与学习是必不可缺的。而这样的机会对于伊拉克运动员来说分外珍贵。The middle。中间是他在那个无锡的时候
比赛的照片啊，最终那个比赛中他输掉了，所以那一瞬间很沮丧啊，那个瞬间是有点想哭的那个感觉，被照片给记录下来了。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闻，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来自伊拉克的击剑队员啊，一击剑选手自费去深圳参加大运会，就是他一个人去的，因为他是自费啊，没有队员，也没有教练，没有人陪他去。他一个人去，然后参加了那个初选啊，然后很快就被击败了，就回国了，就这么一个新闻，看上去就是让人有点心酸的感觉。我就问了 Saif， 我说，他说确实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国家因为战争的原因哈，就是对这个体育运动的支持现在是很少了，因为现在伊拉克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了，只有筹措到充足的资金，才能去国外参赛。每一次在国际赛场上出现，就等于向全世界证明，伊拉克这个国家依旧还存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伊拉克代表团仅4人出席 ，Saif 指导的击剑运动员并没有出现在其中。这个是他的侄子啊，Yes, the first. The first, he's the first. Oh, Yes, very good, very good. 那个里面得第1名的就是侄子，他的侄子也在这个基地里面要领取薪水的，一个月现在是30美金啊，因为他现在很小，他还是一个学生，他也相当于是自己的一个兴趣。如果以后训练的好，也有机会代表国家啊，能够去参加大的那种像世锦赛呀、奥运会之类的这种项目的。OK. Touch this, okay. 1 point for you. 为了让我体验到击剑的乐趣， Saif 对我这个门外汉进行了长达1分钟的高强度培训。临时抱佛脚到底有没有用，就只能场上见分晓了。$1,000。刚刚那个大哥说我跟这个美女长得很像啊，我看了一下脸型，确实有点像啊。我说她的鼻子更好看，他说她的鼻子价值1000美金啊。他们这边就中东很多人都喜欢去整容啊，做鼻子。这衣服里面还有一个护甲啊，这个是防止这个重要部位受伤的。我一开始以为他们穿的那个衣服也就一件简单的一个外套。China, yeah, China. China. 这里还有一个，今天刚刚学的，现学的，这是一个插头啊，插头连接那个剑的。我知道为什么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设备那么贵了啊，就是这是一个连接器，连接上他们的衣服，就如果对方接触到了就是得分的点，那个会在这个显示屏上显示对方得分啊。我现在一个动作都没有学过啊，就开始上场了。这个服装穿起来特别的闷啊，特别的不透气。现学现卖，我刚刚学了一个姿势就开始这样，就有一个小白就开始跟这个国家队的开始上场比试了哈，我觉得也是够可以的。下手有点重，好像把人拖痛了。很累啊，现在就跟他一起练了可能有5分钟吧，很累。我体力跟脑力的一个配合，而且身体要很灵活，很有策略啊。所以玩击剑运动玩得好的人，他的头脑是非常的灵活，特别是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它就像一种博弈啊。我注意到这个训练馆里，除了经验丰富的专业击剑运动员，还有一些正在学基础的学员。那这个训练馆到底是靠什么作为来源才能支撑下去的呢？ The students come the club for what? For just fitness? They come to training after when he entered to competition to play competition. Yeah, you have many competition in the nation? Yes, before 7 days ago, Yeah. we have competition. We take second medal. My club takes second medal. So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give you money? No, the government, yes, the Minister of Communication connected with government also. Yeah. They give salary, they give money for.
这些学生呢，他们会在现在伊拉克的就是国内也有一些这种击剑的比赛，他们会去参加这种比赛，可以赢得一些奖金，所以说这相当于是他们的一个收入的主要的来源，来维持这么一间这个基地的一个运转。他们同时也会发工资给这些国家队的这个队员啊，也代表了伊拉克最高水平的一个击剑水平的运动员。在这里，他们是代表伊拉克国家荣誉的击剑队员。出了这个训练场，他们也许只是普通的司机、职员、服务员，但他们依旧默默坚持。哪怕赢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国家并不会回馈以任何形式的奖励，他们依旧坚持。这也许就是热爱与信念最真实的样子。